大家好，我係市場先生。中資電訊股係唔少投資者喜歡持有收息嘅對象。三大中資電訊股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同埋中國聯通已經公布咗今年前三季嘅業績。呢一集就同大家一齊嚟拆解佢哋嘅業績表現。開始呢集影片之前，希望大家幫忙訂閱我哋嘅頻道、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如果能夠按超級多謝 Fans 給予實質嘅支持，咁就更加好啦。大家幫忙支持我哋嘅頻道，我哋就可以有更加多嘅資源去製作高質素嘅影片。另外，我全部嘅分析文章都擺喺 Patreon， 目前已經有超過270篇文章，而且每日都喺度增加緊。希望大家訂閱支持我嘅 Patreon， 衷心感激不盡。首先，我哋睇收入表現，總收入增速，中國聯通以增長3%領先，中國電信總收入增長 2.7% 排第二位，中國移動總收入增長只有 2%。大家可以睇到，三家中資電訊公司收入嘅增速只有低嘅單位數。中資電訊營運商嘅收入主要有兩項，分別係服務收入以及銷售產品收入。不過賣手機係冇乜錢賺嘅，所以主要係睇服務收入。今年頭三季嘅服務收入增速，中國電信增長 3.8% 排第一，中國聯通服務收入增長 2.5% 排第二，中國移動服務收入增長只有 2%。 因此，如果從服務收入增速嘅角度，咁勝出者係中國電信。股東淨利潤增速方面，中國聯通增長 10.3%， 領先其餘兩位對手。中國電信股東淨利潤增長 8.1%， 排喺第二位。中國移動股東淨利潤增長只有 5.1%。 不過淨利潤增速高固然係好事，但係亦都需要研究股東淨利潤增長嘅原因。中國聯通股東淨利潤增長主要靠僱員薪酬及福利開支減少咗 42.6 億元，下跌咗 9.2%。 僱員薪酬及福利開支嘅減少可以持續嗎？中聯通僱員薪酬及福利開支佔收入嘅比率係 14.6%， 相比之下，中國移動係 14.4%。 咁樣嚟睇，再進一步下降嘅空間其實都唔係好大。中國電信股東淨利潤嘅增長主要係靠兩個因素，第一係靠 SG&A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減少咗 2.7 億元，第二係應佔聯營及合營公司嘅收益增加咗 2.2 億元。中國移動嘅股東淨利潤增長主要係靠第一，折舊及攤銷減少咗109億元，原因係公司更改 5G 設備折舊年期由7年增加到10年。第二個原因係聯營企業同埋合營企業嘅投資收益增加咗 8.5 億元。第三個因素係利息及投資收益增加咗 8.9 億元。我對收息股係非常睇重經營現金流嘅表現。中國移動今年頭三季經營現金流 2,586 億元，下跌咗 2.3%， 但係呢個跌幅比中期業績下跌 18.2%， 其實已經係大幅改善咗啦。第三季單季經營現金流更加係上升咗 22%。 中國移動今年全年嘅資本開支會控制喺 1,730 億元以內，咁係意味只計算今年頭嗰三季自由現金流已經有856億元，相當於每股有4元人民幣嘅自由現金流。中國移動中期股息只係派咗每股 2.373 元人民幣。中國電信今年頭三季嘅經營現金流下跌咗 13.4%， 而第三季度單季經營現金流下跌咗 17.5%。
可以睇到中國電信經營現金流係繼續惡化。最後總結一下我對三大電信股業績嘅睇法，基本上三大電信股嘅業績大致都符合預期。中國移動收入同埋股東淨利潤只有單位數嘅增長，所以中國移動本業增長的確係接近天花板。不過中國移動有個強項同埋優勢，就係自由現金流強勁以及現金比較多。其實中國移動同埋 A 股嘅股王長江電力差唔多，雖然本業冇乜增長，但係經營現金流強，現金多，可以增加自營投資，投資收益有增長。所以中國移動嘅投資邏輯係資本開支見頂回落，自由現金流增加，提高派息比率，增加派息，以及利用自有資金投資賺取投資收益。至於本業能夠維持就可以啦。至於中國聯通，我原本預計2024年每股盈利可以增長 10%， 達到 0.67 元人民幣，派息比率由 55% 提升到 60%， 咁係意味每股派息可以達到 0.4 元人民幣。以今日收市價 6.83 港元計算，預期2024年嘅股息率有 6.4%。公司公告由2024年10月1日起，將 4G 無線相關嘅設備折舊年限由7年調整為10年。公司預計2024年全年折舊嘅費用將因此減少11至12億元，呢個對公司嘅盈利係有正面嘅影響。最後講講內地電信行業嘅消息。今年8月7日，內地人民郵電報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呼籲國內三大電信營運商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同埋中國聯通停止內卷式嘅惡性競爭。人民郵電報係隸屬於中國工信部嘅一家媒體，文章批評為咗爭奪新用戶，電信企業之間出現惡性嘅價格戰，嚴重擾亂正常嘅市場秩序，帶嚟國有資產嘅流失。咁我係好希望工信部發言嘅正面影響可以喺第四季嘅營運數據睇到改善，譬如移動用戶嘅 ARPU 能夠有所改善。今日有關中資電信股嘅分享就講完啦，將時間交俾徐立賢先生。大家好啊，今個星期咧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咧 Tesla 2024年第三季度嘅業績嘅。第三季嘅收入咧就 251.8 億美元啦，按年咧增長 8%， 咁其實咧係略低於市場嘅共識嘅。但係更加重要嘅咧就係盈利出現一個大幅嘅驚喜啦。咁經調整嘅每股盈利咧就 0.72 美元，按年增長超過 9%， 大幅優於市場預期嘅 0.59 美元嘅。咁盈利大幅增長啦嘅關鍵咧，主要在於毛利率咧終於止跌回升，去到 19.8%。而汽車業務嘅毛利率咧更加係上升去到 17.1%。呢個係超出市場預期嘅 14.9% 嘅。儲能業務嘅毛利率咧，亦都去到 30.5%， 創下歷史新高。咁 Q3 咧 ，Tesla 嘅交付量咧就 46.3 萬輛啦。咁預計去到第四季度嘅交付量咧，更加會達到 49.1 萬輛嘅。咁呢個主要受惠於中國市場嘅強勁增長勢頭啦，同埋 Cybertruck 嘅批量生產。第四季嘅交付量咧，預計環比會增長 6%， 同比會增長 1%， 有望咧創下歷史嘅新高。此外啦，每輛嘅車輛嘅平均售價咧會降至歷史最低嘅水平，咁會進一步咧推動個銷量嘅提升。雖然咧每輛車嘅平均售價下降啦，但係由於個銷量嘅提升啦，同埋產品結構嘅優化，咁預計整體嘅汽車收入咧會實現一個同比嘅增長嘅。咁 Cybertruck 嘅收入咧開始顯著增長，咁呢個彌補咗 Model S 同埋 X 系列嘅產品喺市場上嘅份額被侵蝕嘅影響。咁 Cybertruck 咧以較高嘅平均售價咧貢獻咗更加多嘅利潤，呢個咧減低咗低融資利率對
每個平均售價下跌嘅負面影響嘅。預計咧第四季度嘅 carbon credit 嘅收入咧會用一個更加高嘅增長出現，而且亦都會常態化。預計咧第四季度嘅 carbon credit 收入咧會出現一個更高嘅增長，而且亦都會常態化。carbon credit 嘅收入創歷史新高咧，呢個係會得益於其他車廠對於電動車生產計劃嘅縮減嘅。咁而第三季嘅能源同埋儲能咧，裝機咧係出現一個暫時性嘅放緩，但係預計去到第四季度咧，相關嘅收入咧環比有機會增長 30%， 而同比更加增長超過1倍嘅。咁得益於呢個嘅 Tesla 嘅全球嘅車隊不斷擴大啦，咁呢個會成為服務同其他收入一個可持續嘅增長嘅驅動因素。咁預計啦，2024年總收入咧會達到1000美元，而第三季度嘅總毛利咧接近50億美元，預計第四季度會超過55億美金，更加創下歷史嘅第2高紀錄。咁淨收入咧環比增長接近50%啦，預計第四季咧會再次實現一個大幅嘅增長。咁總結一下啦， Tesla 喺第三季咧展現咗一個好好嘅成本控制啦，同埋一個經營嘅效率嘅提升。Elon Musk 喺電話會議上面表示咧，明年上半年會推出更加多價格實惠嘅電動汽車啦。咁個售價咧會低於3萬蚊美金呢個關鍵嘅門檻，預計咧會推動明年交付量咧大幅增長2至3成嘅。當然啦 ，Tesla 其實仲有 FSD 全自動駕駛啦、人形機械人等等。咁往後有機會咧再繼續同各位咧進行一個細緻嘅分析啦。如果睇好呢個無人駕駛嘅將來，咁仲有咩個股可以選擇呢？咁呢個大家就可以重溫我喺信報逢星期四嘅專欄啦，或者係睇我嘅 Patreon。咁如果大家有美股或者投資相關問題，亦都可以喺我哋嘅 Patreon 嘅 community 上發問啦。咁呢個就係免費嘅。咁今日咧感謝大家耐心嘅聆聽，我哋下周再見。呢一集嘅內容繼續係咁精彩，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頻道。非常多謝徐立賢先生，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請訂閱我哋嘅頻道，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多謝大家嘅支持，再見。